前你妈拆散了我的家，2年以后你到我们这家里来调给我一家人鸡犬不宁，你就不是个好种你。是我妈抢的强盗，又不是我，你干嘛扯上我啊？你把嘴闭上你！就你这个男人婆的样子，就算没有我妈，我爸也会跑的。闭嘴啊！少说一句会死啊！我说错了吗？不愿意在这儿待，给我滚啊！有错，别说我弄死你！当着你看我。好了，放手！嫂子，老婆，嫂子，老婆，明宝，这是姐，这是姐。二，完了，当真的，快走，去医院吧。哎呀，明宝啊，我不是想砸你的，你们全家都二！你们看看，啊，给我看看，窗帘毁了，锅碗瓢盆全给我砸光了，干什么呀？强盗来洗劫了，还是鬼子进村了？你们新仇旧恨，苦大仇深，你们都有理。你们要打去别处打呀，这是我家。这房子一半月供是我的，一半首付是我的，每一件家具都是我精心挑选回来的。你们拆家不心疼，我心疼。不是脑报会议吗？黄金群演呢？你这个人平时秒回档，怎么现在露面了？我在马来西亚。还有1个小时就到贝加尔湖了。回家办公，不是带薪休假。哎，老婆，你看挂衬衣都没熨啊。我一会儿就给他们送去洗衣房去熨去。明宝啊，这钱还是省了吧啊！有时间看手机，就有时间熨衣服。熨斗就在电视机旁那柜子里边。你翻白眼了？没有啊，妈。我看见了。有人说，家庭主妇其实也是一份工作，只不过没有哪个丈夫会把妻子的家务劳动货币化。这份不拿薪水的工作非常不理想，没有培训，没有福利，没有职业前景。一旦被裁员，工作经验分文不值，新工作也不容易找。老婆，给我吧。杨曼曼，你是不是觉得这个家有自动清洁功能啊？什么意思啊？厕所的洗手台、马桶都有自动清洁功能，脏衣服会自己跳到洗衣机里洗干净了，然后再跳到阳台上晾干。你哥就是个人肉提款机，你大妈就是个厨子，我就是个清洁工，一家人天天都围着你转。哥，出来一下！干嘛呀？跟催命的似的。嫂子总是这样，经常莫名其妙发脾气的嘛。要不你带她去医院检查一下内分泌科，或者精神科。怎么了？我跟你说话，你叫你哥干什么呀？我告诉你，从今以后用完洗手间给我把浴巾挂好，卫生间里面打扫干净，家里的家务你必须要分担一部分。这很不科学。这跟科不科学有什么关系啊？当然有关系啦。我刚洗完澡，浑身洗得香香的，干干净净的。你让我干这干那干这干那的，我出一身臭汗，那不白洗了吗？
你这意思，谁该一身臭汗跟在你屁股后面帮你收拾呀？你呀？哎，少说两句。本来就是嘛，你嫁给我哥，你天天待在家里面，啥事儿不干，家务活不干，你干谁干？我是家庭妇女吗？你不是吗？我有工作的。这小孩不懂事啊！怎么回事？不懂事？多大了还不懂事？过不过了？你打我消息。哎，好了，别生气了，别生气了。公司一个 KPI， 家里一个 KPI。你妹这一来，你妈什么事儿也不干了，家里所有的家务活都是我一个人，我每天要承受体力和心灵双重的折磨。哎呀，你不是还有我呢吗？这都是暂时的啊。我恐惧啊！我10年寒窗，我为了什么？我10年打拼，我又是为了什么？我难道后半辈子就在家里伺候婆婆小姑子，我混吃等死吗？我人生的定义不是谁的老婆。我沈明宝的聪明才智是要用来安邦定国，是要用来造福社会的。好啊好啊，你就别小题大做。哥呀，明天我带你去晃动晃动，请你吃个饭，看看电影，还给你买点东西，黄背无话。我不要吃饭、看电影、买东西，我要你认同我的价值。价值。我认同啊。你沈明宝作为我杨总的老婆太有价值了，你别失落了啊！什么价值啊？我值多少钱？4000出头，5000不到。等我干满1个月，你再打赏我几个加班费。这种事儿你不能那么量化。那怎么量化呀？50块钱1小时，还得给你妹洗衣服、换床单，还要干什么？捶背、捏脚。哎呀，你要怪就怪陈东刚啊，他不开工，你怨谁？哎，赶紧睡吧，你明天不上班，我明天早上还要开早会呢。哦，还得给你擦嘴。哎呀，你睡吧。你们2个是我亲自招上来的，不是，我亲自招的，就是我的嫡系部队。我很看好你们俩。陈总，我还是对广告。我告诉你，这种销售呢，也是广告的一种。巴菲特的儿子就是从公司的清洁工开始干的，懂了不？懂了，他懂了。我任命你们2个为销售组组长。Yes sir， Yes sir。好好干，加油！喂，泰国那边怎么样了？这都要开业了。挺顺利的，不过你还得给我打点钱呀。我跟你说，我找到了泰拳4大天王之一的雅克桑莱先生，过了这个村可就没这个店。好吧，好吧，好吧。放心，绝对物有所值啊。加油！解放你的双手，过上你的自由的工厂价税金。我们现场所有的挑选1位幸运嘉宾代言人。哎，这位女士，请留步，请留步，一看就是我们家庭当中的顶梁柱，秀外慧中啊！女士，下一个，可以看一下我们镜头，来给你。正式的通知你，从今天开始，以后每个月得付我房租，1个月1000块，要再让我帮你叠被子、洗衣服，还要加收服务费。凭什么？就凭你是个成年人了，不可以在这个家里当寄生虫，还是个虫卵。我不管，你要收他，立刻马上。那你得给我个理由啊！我是不是你妹妹？是。那你养我是不是天经地义的？那我也不能养你一辈子吧？碰瓷儿的呀，沾边赖啊！我不管，反正我就是不能跟那2个疯婆子待在同一个空间里面。你说谁疯婆子呢？我跟你说啊，
你嫂子就是你跟你大妈之间的缓冲地带，两军交火，又是枪又是炮的，没有这个缓冲地带的话，会变得两败俱伤。这个道理你应该明白吧？那你就不能当我的缓冲地带吗？我要上班，再说你哥也没这个智商，你们三个在家跟《三国演义》似的。所以啊，你必须要得到你嫂子的支持，你知道吗？ 干嘛？没看见吗？手头紧啊！钱呢？先赊着吧，回头给你。哎，你记住了啊！微信可以支付的，支付宝也可以支付的。现在科技这么发达，怎么样都可以支付的。手机没电了，手机。哎，走。 哎，志刚，你怎么才来呀？家里有点事儿。现在上面什么情况？几个大巨头都在里面等你了。这库克资料呢？哦，这是。哎，这包给你。严权控制，为避免单一系统管理员的权限赋予。对不起，我迟到了。是，请坐。听说车坏在半路上。是的。 希望你能更好管理你的时间，还有交通工具。会的。我必须提醒各位，去年的末位淘汰率在3%，基本上是自然淘汰。可是今年不同，今年的业绩不比去年好，淘汰率会升到5%、7%，连主管都有可能被淘汰了。 马上翻卡呀！这个项目是吧？哎，行，别拍，别拍。乱。配白酒，国际健身了解一下。烧烧烤配茅台，小月老来，完美。是不是？考虑一下，能不能价格也合理价格。哎，姐，你用健身了解一下。姐，健身国际了解一下。你们这儿刚开业，生意怎么样啊？特别火爆。天哪，身材比例真好。姐，你的线条是训练勾勒出来的，一般女生根本达不到的。在这栋楼上班，那办我们家卡最合算了呀。你看这儿空间大，视野阔，我们教练很专业的，既能保证你的健身，还能扩大你的社交圈。你看我是缺社交圈的人吗？我的健身教练更专业。哎呦，姐姐，我喜欢你。这样，价格方面我来给你搞定。我是销售总管，我给你3折，那边体测免费，跟我来。小伙子还是挺敬业的啊，我让你们陈董给你加工资。我们检测马上要开始了，请大家移步至检采台。来。那今天我们天天享受健身房开业大吉，检采仪式马上开始，有请我们的董事长陈同刚先生，以及我们的董事长夫人薛可欣女士，欢迎。老板娘。好，我们的检采仪式现在开始。开业大吉！刚才讲到的道理，大家都清楚了吧？清楚。好，会议场会了。杨真，你留下来。请坐。你家里是不是有问题啊？哦，这没问题，没有。咱们行业考核和评分标准，虽说没有把家庭的因素写进去，但实际上，家里的人是不是支持，也会纳入考量。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明白。
我家里现在是这样的情况，我老婆为了支持我的工作，已经把她自己的工作给辞掉了。然后我妈也把老家的房子给卖了，过来帮助我们，为的就是我能够全情的投入到自己的工作当中。那就好，给你透个底。上次的项目开发你处理得非常好，运行的也很顺利。你的小组超额完成任务，公司打算升你做个主管。年终的市场大会会颁给你一个奖项。这荣誉也太大了吧！这是公司对你的工作勤勉嘉奖。当然，年终分红里也会所体现。年轻人，华盛东方是你的舞台，好好干。老板，您就是我的伯乐。公司是你的伯乐。老板，您放心，我以后一定把我所有的才智和精力全部都放到我们的公司和工作上。好，好样！谢谢老板。谢谢。明宝，吃饭啦！哎。不叫他呀？叫他干什么呀？他有泡面。吃饭。我来啦！谢谢。哎，嫂子过来吃两口，我点可多了。我不用，我这儿有饭。真香啊！呀妈妈！你的臭鞋怎么能跟我的睡衣一起洗呢？你别打了！别打！我不敢追你！我得进去啊！出来！出来！哎呀，我的妈呀！哎呀，我的妈呀！别打了！出！哎呀！告诉你，我今天要替天行道，为民除害！我。喂。你跟我来一个什么？哎，你怎么才接电话呀？这家里一切都正常吗？这要看你对正常的定义是什么。当代物理学告诉我们，混沌就是这个世界的常态。这胡说八道什么呢？我今天有一个惊喜。我有一个惊吓。哎，先听我说我的惊喜。我现在升主管了，我等于是一下跳了2级，年终的分红也是很可观的。我现在已经到家门口了，一会儿我们是不是得庆祝一下？我有一个提议啊，咱们家以后餐具都换成塑料的好不好？哎，你不是环保主义者吗？最讨厌塑料了。家里什么声啊？挺热闹啊！猫狗大战！别打了，再把房子要塌了！你把剑拿来，我砍死他！嫂子救我！杨总我回来了！妈，你闪开你！你背着向外拐你，吓死谁呀你？人呢？藏哪儿去了？我不知道啊。老婆，我。你们干什么呢？
八道。是这儿吗？哦，妈，咱不是有外交手段吗？怎么直接就上升到武力冲突了？那外交手段有用吗？干什么呀？不准发朋友圈啊！我偏要发，我要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我被家暴了。没收。嫂子，我知道你刚刚帮我，你把剑都藏起来了，要不然我非得被他劈死不可。那是因为你大妈手下留情，没让你破相，破了相连嫁都嫁不出去。我嫁不出去，我哥就要养着我，谁比较不划算呀？哎，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？你大妈好心收留你，你就不能对她心存点善意吗？这又不是他家，这是我哥家。她是你哥的妈，每个人都只有一个妈。妈，实话说，我想对这个妹妹好，是因为我想补偿老头。他不容易，岁数一把了，还得开出租车，身体也不好，肾有毛病。他出事那天，本来就开了一整天的车，还帮人顶晚班，就是为了多挣几个钱好交房租。他活该，谁让他当陈世美？妈，你嘴上是痛快了，可心里呢？你替你儿子想过吗？我就这么一个爹。是他抛弃了咱们娘俩。妈，你别用这词儿。你扔个小猫小狗那叫抛弃，两个成年人离婚，那是理性的选择。不是我决定的，不是我选的，当年不是我选的。你知道我跟老头最开心的记忆是什么吗？就是我小的时候骑在他脖子上放风筝。你怨我？不敢。有怨你也该怨那个狐狸精。我知道，这20几年您就靠着这点仇恨活着呢。可是老头没了，您的怨恨是不是也跟着就过去了？把这些事儿都忘了，行不行？老头生前最心疼、最宝贝的就是这个女儿，他手都没一撒，留下这么个二货。你觉得他在那边他能踏实吗？不踏实他就带走啊！你就为了这个小狐狸精不要你妈，不要你亲妈亲的？妈是亲的，妹妹也是亲的。哦，你要是觉得把我撕成两半，你们俩能满意，我就把自己撕成两半，一半放你这儿，一半放那边。你真让我变成两个杨铮啊？杨左铮，杨右铮？不是你留着半个血淋淋的儿子有什么用呢？要说你是你妈的亲儿子呢，跟你爸当年说的话一模一样。妈，人都走了，说过什么还重要吗？你爸当年就这么说的。他离不开那狐狸精，他也离不开你。要是能把自己撕成两半，他就是天底下最幸福的人。你就拿刀子往我心里扎吧，你们没有妈，你们就拿刀子往那个老心里扎吧！我告诉你，你们太狠了，你们他妈的欺负人太甚了！行，可以，我走了，你们就幸福了。不是那个意思，你们仨一起过。我不是那个意思，妈。我走。哎，妈，你冷静点吧。让我走啊！快让门锁上，把门锁上。妈，哎妈，放开我！别生气了，别生气了，别生气了。你把钥匙给我，我不给。把钥匙给我，我不给。要不然我就报警，我报你们强行监禁。妈，警察不管咱们家这点烂事儿。妈。你让他走，我告诉你，这家有他没我，有我没他，我不跟他在一个屋檐下住。哎，不是，
你自己要走，关我什么事儿啊？你闭嘴吧你！20年以前你妈拆散了我的家，2年以后你到我们这家里来教给我一家人鸡犬不宁，你就不是个好种你。是我妈抢的，又不是我，你干嘛扯上我啊？你把嘴闭上你！就你这个男人婆的样子，就算没有我妈，我爸也会跑的。闭嘴啊！说就会死啊！我说错了吗？不愿在这儿待，给我滚啊！有错，别说我弄死你！当真，你看我。好了，放手！嫂子，老婆，嫂子，老婆，明宝，这是姐，这是姐。二，完了，真的，快走，去医院吧。哎呀，明宝，我不是想砸你的，你们全家都二！你们看看，啊，给我看看，窗帘毁了，锅碗瓢盆全给我砸光了，干什么呀？强盗来洗劫了，还是鬼子进村了？你们新仇旧恨，苦大仇深，你们都有理。你们要打去别处打呀，这是我家。这房子一半月供是我的，一半首付是我的，每一件家具都是我精心挑选回来的。你们拆家不心疼，我心疼。没事吧？你这头？哎呀，起开！你干嘛？我干嘛？他们俩不是爱打吗？让他们俩打去，比谁胳膊粗，比谁力气大。你给我一拳，我踹你一脚，是吧？打赢了占山为王，打输了落草为寇。他俩把房子点了，我都没意见，反正我有保险。你不是说你自己有那个安邦定国的本事吗？你拿出来呀！我拿出来有什么好处啊？让他们鸠占鹊巢吗？不是，你说一个是我妈，一个是我妹，我家不就他们的家吗？那你就在家里好好看戏吧，起开！你说你天天在家待着没事儿，你就帮我剧中调停一下不行吗？你这是赖上我了的意思吗？我在外面挣钱养家，我妈在家里还能帮你做家务，你天天就剩打麻将了，什么事儿不操心啊？真把自己当薛可欣了。我不操心。你妈来，你跟我商量了吗？你妹来，连你妈都没商量。你现在搞成这个局面，你赖我呀！你不是这个家的女主人吗？有义务没权利的女主人。不是你去哪儿？回娘家。你什么时候回来？不知道。明宝，你记不记得你和妈妈有多少时间没有这么亲密了？多少时间啊？小学3年级的时候，你突然跟我说，你长大了，不让我抱了。妈，我爸他是个好人吗？当然是啊，你爸爸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男人。我就没你这么好的运气了。可是再好的男人，也已经离开我们20多年了。珍惜眼前人吧，啊！可是眼前人是个钢铁直男呢。直男就直男了，还加上个钢铁，就有点吓人了啊！杨真呢，有一副嘴硬心软的直男脸，还有一副鲁莽但是又很坦率的直男做派，还有一双热情又真挚的眼睛。
妈呀！怎么了你？我终于可以回去上班了。哎呦，你吓了我一跳啊！上班啊！郑总，我跟您说啊，那个傻小子现在走投无路，要搞起了健身房。不过请您跟薛总放心，他弄什么我都能给他搅黄了。嘿，这个薛大小姐看人呀，比您钟总可差远了。菊花，等这件事情了结以后，离这个人远点。行，坏人都我做，你永远是女儿心中的好爸爸。坏人，我说的是电话里头那个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你以为可心不会去查呀？查也会，只能查到我呀，有我顶着呢。只有我替薛董挡枪，哪有薛董替我挡枪的呀？明天咱们去看看热闹去啊！5、6、7、8，单手。哎，我怎么动作有点跟不上啊？单手，挺胯，滑步。小跑。你怎么在这儿？哎呀，我没练完呢。哎呀，我没练。哎，我一会儿再回来。等会儿，我渴了。哎呀，怎么来这儿了呢？先生，不好意思，让一下。微服私访不行啊。你不是去澳洲了吗？对呀，我刚回来。陈同刚知道你来这儿吗？我来半年，我没见着他人呢。肉眼可见，他有多努力。得了吧，把一个好好的公司变成这样，这叫什么努力啊？哎，我的广告公司呢？这不还在那儿吗？广告公司隔壁是健身房，这叫什么组合呀？你们这……哎呀，行，有事晚点说啊，我先带你参观一下。这是公司倒闭的前兆，老板呢毫无正事，员工混吃等死。哎，我下个月还得还包贷呢。哎，我可是已经开始投简历了，争取无缝链接。快呀！简宁哥，你什么打算？有人给我托底，去了就是 CEO。哪家公司啊？抱抱大腿呗。听他吹。吃了吗？什么情况啊？我那办公室被你五马分尸了。齐总，您的办公桌已经挪去沈明宝那屋，还有客户总监，你们3个人挤一挤。这是暂时的还是常态？新常态。我们走之前是不是说好了，你想弄健身房分你一半，结果你弄了2/3。我们健身房光卖卡的预售就超过你们半年的业绩，还不算私教课，你好意思问我要空间吗？你这是想把所有人都逼走的节奏啊？赚钱才是硬道理，完成 KPI 我们再谈条件。啊，你们怎么来了？哎，给你们介绍一下，这位是……不用介绍了，我辞职。这不是齐总吗？咱们之前在明宝的婚礼上见过，我是薛可欣啊。我常听明宝念叨你，说你啊可是我们女性的楷模。来，初次见面，专门给你准备的礼物不成敬意。不用了，一码归一码。要不咱俩加个微信，以后方便交流。来，我加你。来。陈总，办公室的事儿，麻烦你好好考虑考虑啊。哎，别忘了通过啊！
你公司的员工都那么有性格啊？您怎么，您这是贵人踏践地啊！我给你泡杯茶。我是想来看看你怎么把一家公司活生生的给搅黄的。您放心，我已经找到新的业绩增长方式了。新的业绩增长方式？你是不是说的健身房啊？我拭目以待。看过来，这是我们今天小师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最完美的健身舞，大家一起动起来！撸起来啊，美眉们，想上吗？女士们、先生们，现在由我隆重地向大家介绍泰拳4大天王之一的雅克桑莱先生，大家掌声鼓励一下好吗？哎呦，这什么呀？泰拳。能挣钱吗？马欣，大家掌声鼓励一下好吗？你好，有点健身了解一下。是。看什么呢？哎，你就由着他们这么胡闹啊？看在可心的面子上，让他玩呗，又不是玩不起。等到哪天闹够了，可心就会离开他。如果说他们俩真的结婚了，那试错的成本可就高了去了。这点小事交给我吧，其他那么多事儿，你就甭为这个操心了。我就是好奇，一条垂死挣扎的鱼，我看他能翻起什么浪花来。哎，记得给家里买一些健身器材。刚才那个教练说我苟延残喘。胡说八道！哼。回来了。啊，我也不能一直躲在娘家呀。你的头原地自愈。你妈还在后期呢。换你不生气。我多顾全大局啊！真是。哎，你今天不加班吗？不房间改造嘛，请假了。怎么样？2室1厅变成3室了。掩耳盗铃，你以为这样他俩就不打架了吗？那总比他一个屋强吧？哎，这床这么难装吗？你是不是偷工时呢？说好1个小时的，我多衣服钱不付啊！啊，快完。我跟你说，刚才健身房不能洗澡，你总不能让会员一身臭汗去上班吧？那我也没办法，这是写字楼，每一次就1个洗手间。改造啊，不用大，男女各2间淋浴房，然后健身房里再搞一搞。你去搞定物业啊？不是，当然陈董明确说了，咱不是说好了吗？分工明确，我搞定投资人，你搞定场地，场地。确实有点想洗澡。其实吧，我还有一个想法，说，就是最好再来一间桑拿房。要不要给你开个洗浴中心啊？好啊，滚！喂。这个饭呢，就不用你做了，主要是怕你下毒。以后家里其他的家务呢，你都得包了。
这擦地呀、洗碗呐、洗衣服呀，一样不能落啊，得先洗手啊。我跟你说，你以后这个零花钱呀，就实行打分的制度。这擦一次地呢，挣5分；发现一根头发，扣1分；洗一次碗呢，挣5分；打碎一个碗呢，扣1分。你这洗衣服呢，挣5分。你要是再犯这种把球鞋和内衣一块洗的低级错误的话，分就全部扣掉。今后只能用外面的卫生间洗澡，并且用完之后要收拾干净。我爸爸要是在天之灵看到我现在这个样子，肯定伤心死了。你们一个一个的对我都没有好脸色，你们这是在虐待我。杨曼曼，我跟你说啊，你已经是个成年人了。我跟你哥收留你是情分，不收留你是道理。别跟我这儿情感绑架，我告诉你。去，把菜摘了，垃圾倒了，油烟机刷干净。你干嘛去？我找人家了。他走了啊！帮我找找他，我真找他有事儿。哎，又是你！一天到晚你要来多少趟？我真是……哎，别弄那些没用的。我上次说过了，不要弄这些歪门邪道的。啊，你看这个大楼里哪家装了淋浴间？咱们啊也不能搞这个特殊，知道吗？啊？哎，让人看见像什么样子？哎，行了行了，是1万块购物卡。写字楼有写字楼的规矩，防水啊一定要做好。明白明白，懂吗？那您先忙，我撤了。好，去吧。整天拿这个糖衣炮弹来考验我。哟嘿，哟吼，嘿。你介绍一下，这个是我男朋友。你好，贵姓啊？我叫哨子。啊，你们俩在哪儿认识的？怎么认识的？在东联广场，那个时候请他们做表演来着。对对对。哨子，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呀？我是做极限运动。什么极限运动啊？姐，要不然我给你展示一下怎么样？看着啊。我马上要跟他结婚了。你一找人接手，你就找这么个货？怎么样，帅吧？你这离家出走才几个小时啊，这就找到爱情了？我跟你也没认识几天啊。那能一样吗？你跟我老公有血缘关系的呀。我跟你可没有，跟那个大妈更没有。你们这合不合你都不知道？这确实我不知道啊，但是我跟那个大妈肯定很不合适。杨儿妈，我告诉你啊，我们之间的问题是家庭矛盾，这都是能解决的。哎，姐，怎么样刚才？哎，为了曼曼，我还自己多设计了几个动作，给你们看一下啊。去吧，宝宝。好了，加油！你得了吧你！分分钟都可能把我扫地出门，我不得给自己留条后路啊！你找后路，你就找这样一个后路啊！你不得往长远考虑考虑啊？想明白了吗？有什么可考虑的呀？把自己的人生规划的那么清楚，很有意思吗？28岁结婚，30岁要2个小孩子，这就是成功女性了。我就喜欢怎么开心怎么来，走到哪儿算哪儿。我不高兴了，再离婚不就完了？离婚？你知道离婚的社会成本有多高吗？曼曼，你还小，你不懂。我最烦你们这种人了，仗着比我多吃几年人间烟火，就居高临下的教育我。你还小，你什么都不懂，我又不需要你为我犯的错买单，你瞎操什么心呢？
我也不知道我瞎操什么心，反正我就是不同意，你哥也不会同意的。我已经成年了，我不需要你同意我做的任何决定。现在你就2条路可以选，要么就让我住回家里面，以后你不再管我了；要么我现在立刻去结婚。你要是感兴趣的话，等我们领完了证，你跟我们吃个便饭就好了。如果你不感兴趣的话，那我们以后老死不相往来了。你现在是在威胁我呢？我没钱，你买单。丫儿们，走了。丫儿们，嫂子再见。再见哦，走。哎，走了，哥们儿。什么意思啊你？哎，干嘛？片酬。哦，曼曼，我觉得咱俩挺好的，咱俩慢慢处处呗。滚！哎，哎，还是给钱吧。他那是讹你呢。我看他干得出来。妈，你说是不是咱给他逼太紧了？什么叫咱给他逼太紧了？他逼他什么了？那是他自己轻型、轻率、轻浮。结婚好啊，结婚就搬出去了，省得住在这儿吃我儿子、住我儿子、喝我儿子的。妈，那这到时候可就不是一个人上咱们家来打秋风了。保不齐他3年抱俩，这男的要能跟他结婚的还算好的，那他万一是个骗子，是个罪犯，后果不堪设想。你说有道理啊。这个二货，他哪知道江湖险恶，人心叵测啊？是啊，不过呢，这个人有个命，是吧？天要下雨，娘要嫁人的，咱也管不了啊。他户口本在哪？到哪？我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他往火坑里跳啊！那跳就跳呗，跟咱有什么关系？哎，我说你这人怎么这么冷血呀？一点责任都不负，我哪能做这种事儿啊？他可不会感谢您啊，他可能还会恨您呢。不用，我不用他感谢我，爱怎么恨怎么恨，我得对得起我自己的良心，保持理智啊！什么理智不理智？这时候理智告诉我们不能理智，知道吧？快点，把户口本给我弄出来。应该就在他那箱子里吧？拿去啊！我可是有底线的。你也有底线？行，怂人，我去。哪儿啊？就在那箱子里。这怎么开呀？捏一下，妈，那2边。哦，对，这。妈，你摸摸他那衣服兜里。没有啊？没有吗？那板上有几个拉锁，拉开看看。没有。没有。把那衣服都翻上来，下面还有一个拉链。箱子没多大，打开看看，机关还挺多。找着了。你们谁动我东西了？谁拿的？给我拿出来！距今6000多年前，水田开始出现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。嫂子。啊，你过来。怎么了？你是不是动我东西了？你拿我户口本了是吗？我没有啊。那就你知道在我拿的。你凭什么拿我户口本啊？我就拿了，怎么了？你给我拿出来！哎，慢慢，别动手！拿出来！过来！话好好说。我那是为了保护你。你爸尸骨未寒，
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犯错误。关你什么事儿啊？你管我？你进了我家门就得归我管。我爸都没这么管过我。那是他失职。有什么样的熊孩子，就有什么样无能的父母。我不许你这么说他。我就说了，怎么着？我还得骂他呢。把这么漂亮的姑娘宠成一个二傻子，这是负责任的表现吗？杨东方这个人一辈子做事都没有负过责任，连死都是不负责任的死。疯婆子！我告诉你，我要是嫁人了，我就搬出去住，我不碍你的眼，这样对我们两个都有好处。我宁愿不要这个好处，我不要。妈，别生气，坐下。你们俩慢慢聊，我还有一个工作的邮件要发。人不能光做舒服的事儿、喜欢的事儿，有的时候也要做一些自己不喜欢、不舒服的事情。接受你是我的义务，管教你是我的责任。管教我？你以为你是谁啊？我是李正红，不认识啊？我叫李正红。我知道你恨我，恨到骨头里去了，无所谓，你接着恨，我不差这一星半点的。我也讨厌你，但是我有责任，我得替你老子照顾好你，替你老子保护好你。怎么回事啊？不是听明宝说关系缓和了吗？看你们暗潮涌动，各自较劲。嫂子，嫂子，干嘛？谁在我头上晾了这些衣服啊？我。你干嘛不经我同意就进来啊？这是私人空间，你不识字啊？这是我家，这是我的地盘，这是阳台。阳台呢也叫晒台，它的主要功能就是晒衣服。我的地盘主要的功能就是给我睡觉，你要经过我的同意才可以进来。你看看现在几点了？管他几点，反正我就只睡了1小下。你昨天晚上打游戏打到凌晨4点，你还让我等你自然醒啊？不是，你看这个衣服它一直在滴水，你们家洗衣机的脱水功能是摆设吗？你大妈习惯手洗，体谅点啊。你让我体谅他，那谁体谅我啊？你知不知道，只要经常在深度睡眠里面被惊醒的人，很容易得精神病的。不行，我现在就觉得两眼发黑，浑身冒冷汗。反正我不管，你要赔偿我精神上、肉体上双倍损失。你适可而止啊，杨二曼。干嘛？干嘛？每天早上的早餐供应是6点半到7点半，你8点钟之前必须给我起床。那我要是起不来呢？起不来就没有早饭吃呀，还得扣钱。会议室虽然没有了，但是大家能够齐聚一堂，在董事长的办公室里开会，也是有一种家人的感觉，其乐融融嘛。有话快说吧。健身房的办卡形势一片大好。我希望办公环境能够适当的缩减一点，同意的举手。
再缩减就要站着办公了。光站着办公恐怕还不够吧？你说怎么着也得把那电脑放到跑步机上，然后什么 PPT 呀什么的挂在龙门架上，对吧？哎，陈总，如果是女会员多的话，我可以考虑让出我的办公桌啊。那我们进入下一个议题。从今天起，办公室将实行卡路里打卡制度。每天在办公室内消耗的热量越高，就会获得相应的福利。我们的口号就是“燃烧我的卡路里”。我们不是你的会员，你要是想要健身房，可以移步隔壁去。不要对任何新鲜的事物抱以质疑的态度。我给大家演示一下，如何一边办公一边健身。首先，我们把跑步机打开，调整到适当的速度，然后保持均匀的呼吸，把双手放在键盘上，然后呢，把办公桌留给更加需要的同事。如果你觉得难度太少，可以把速度提起来。杨文文，你快点啊！哎呀，烦死了，马上！什么意思啊？今天洗什么时候啊？快点儿！哎，马上！这才不摔你！你洗，你洗，你洗！你在洗什么呢？啊，那皮有多厚啊？冲那么长时间，不怕秃噜了？啊，亲，哎呦，还磕哪儿了？那磕脑袋，崴了脚脖子。脑袋我摸摸细胞。就别磕了后脑勺了。后脑勺。来，给妈喷点药。妈，我看看后脑勺磕哪儿了。来，就轻点疼啊！哎呦，那我给您拿点冰袋敷一下。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呢？哪是我不小心啊！你看那个防滑垫，它就去边上了，分明就是有人故意陷害我的。谁能故意陷害你啊？我告诉你吧，要不然那哈洗完澡出来，防滑垫怎么就去边上了呢？妈，那防滑垫吧，它有点小，它本来就容易移来移去的。啊！哎，怪民保，怎么不买个大一点的？是不是？是，怪我，都怪我。明天早上超市一开门啊，我就去买一个大的啊。来，妈，慢点啊！我跟你说吧。那防滑垫不仅去了边上，那地上还滑得很，厚厚的一层，不是那个沐浴露就是洗发水，特别滑。我一进去就摔一大跟头，这分明就是有人故意的陷害我。哎呀妈，你这慢慢再不懂事，他不至于那么坏啊！你要不信，你看我这身上背上还有呢，你闻闻那味儿，你闻闻。哎呀，好点没？这摔着后脑勺不是小事儿，咱们去医院看一下吧。
去看看有没有摔成脑震荡，再看看这个脚的骨头有没有摔裂。对，上医院。我不去，我要去公安局，打电话打110，报告警察，就说有人要谋害我。哎呀，这看来真是摔着脑袋了，你怎么还胡思乱想上了？我没胡思乱想，我说的是真的，有人要谋害我。哎呀，就去公安局报告警察，咱们做一个鉴定。我跟你说吧，然后给判刑。哼，慢点，这叫谋害。在家好好待着吧啊！我饶不了他。阿姨身体没什么大事儿，回去多休息就行了。平时坚持锻炼吧，身子骨不错哈。可不嘛，这个阿姨前几年还拿过太监冠军呢。哦，难怪。这样回家多休息。谢谢。啊，不客气，不客气。慢点啊！妈，这没事了，医生说没事了啊，自己拿着，休息可以锻炼了。不是，我觉得还是得给妈做一个脑 CT。做什么脑 CT 啊？那不挺好？医生都说没事了，那玩意儿还能当十元大补啊？迷信机器。我跟你说，为了咱妈的万全考虑，咱们得把该检查的都检查一遍。什么意思？哎，我怀疑。你俩嘀咕啥呢？啊，那个，我觉得沈明宝说的有道理，那咱们就检查检查呗，就当那个，就怕看不出外伤有内伤了，就当全面检查了，是吧？对。哎呀，不用，我的头已经不晕了，别乱花钱，我不做，走了，回家。哎呀，你往你身上投资，这叫健康，花什么钱物超所值。就是乱花钱。给我，来拿着。哎，那放心吧啊，那交给我，你走了，抓紧时间，早点弄完，早点回家。不想去。哎呀，就来都来了。嫂子，你回来啦！老太婆呢？怎么啦？年纪大了，不经摔。你别逗了。谁逗你了？生命有多脆弱，你知道吗？什么情况啊？脑子里有淤血，在去医院的路上就晕了，现在正在重症抢救室抢救呢。不可能，走的时候不是还好好的吗？我信自己去医院看。他平时不是挺结实的吗？每天骂我骂的那么起劲，这么精神的一个人，他怎么也得活到100多岁吧？后脑勺是脑干所在，你知道吗？神经中枢你懂吗？这病情发病起来啊，很快的，说有事儿就有事儿。不会死吧？不正随你愿吗？你胡说！你不是很讨厌他吗？我没那么讨厌他，他可是你妈的情敌哎。那他还是我亲哥的亲妈呢。你们俩互掐的时候，恨不得置对方于死地的。我就是跟他闹着玩的。你闹着玩？闹着玩你不想后果的吗？他就是年纪那么大了，怎么会跟我这个小孩一般见识？小孩？你早就是成年人了。成年人是有完全行为能力的人，故意伤人是要负刑事责任的。这浴室里面防滑垫是你拿走的吧？沐浴露是你倒在地上的吧？证据确凿，你赖都赖不掉。你怎么知道的？
我从小就爱看侦探小说，高中的时候还写了一篇发表呢。不是嫂子，我没想害他，这也不是你说了算的。反正呢，这现场照片我也拍了，指纹呢我也采集了，这些上了法庭都是呈堂证供。嫂子，你听我说，我真的没想害他，我就是放那儿，我想让他摔一跤，吃几天的苦，让他疼几天，我真的没想把他害成这个样子。嫂子，妈回来啦，回来了。哎呀，都怨你，花那么多冤枉钱做那么多没用的检查。没事不就放心了嘛？来，快坐。哎，杨妈妈呢？走了。走了，去哪儿了？什么时候走的？走了有个把小时了。妈，您快坐。有可能去机场了，有可能去火车站了，要看他想去哪儿啊。不是，你把他怎么着了？轰走了。轰走了？哦，那得打个电话问问呀，这怎么把他轰走呢？这，你小姑娘出去，我天哪，你这也放心得下呀，真的是。你这嫂子当的，这咋还关机了呢？那犯错误了呗？那这肯定不想让你找到他呀。犯什么错误了？浴室里翻花垫，他撤走的，还在地上撒了一地的沐浴露。看我说什么？我没说谎吧？啊，就是他吧？他自己都承认了。是承认了。我呀，说他自己因为自己的过失给妈造成了巨大的伤害，他在这个家呀实在是待不下去了，所以他就灰溜溜的走了。怎么能胡说八道呢？妈，这不没事吗？谁说没事？怎么就没事了？啊，我脑袋都摔了。我跟你说，现在没事，说不定我就是命大，万一我还也许摊上大事了呢。明白？哎，干得漂亮！要说咱娘俩是一条心呐，这回咱们一定好好收拾收拾那小妖精。好嘞，妈。扶我回房间。哎，来，起开。你慢点啊！慢点，妈。呀，都带回来了，辛苦了。做一下笔录。好啊，笔录是哪？看什么呢？老实点。小姑娘，什么情况？说说吧。我把人给害了。你害人了？你把谁给害了？我爸爸的前妻。你把她怎么了？我害她摔跤了。受害人验伤了吗？在医院抢救呢。她在医院抢救，你不在医院等着，来这儿干嘛？我嫂子说的，她说我主动来警察局承认错误的话，就算自首，如果判刑的话可以判轻一点。那你家里人电话多少？慢点。还疼呢？还行吧，该好了。把那小妖精安顿的去哪儿了？我可没安顿他。你肯定安顿了，是不是弄你妈那儿去了？我真没安顿他，不信你给我妈打电话。那走的时候你给他多少钱啊？我给他钱？我不仅1分钱没给他，我还把杨真给他的零花钱全没收了。你看，兜里一分钱没有，旅馆住不成了。嗨，现在这天又不冷，他要是聪明的话，就找个什么麦当劳猫一宿；不聪明的话，没事儿。这要是真冷着、饿着的，那不有救济站吗？不行，还有政府呢。我觉得咱是不是做的有点过了？谁过呀？他过。他这挖一大陷阱，差点害您脑袋上多一窟窿。哎呦，我现在不是没事儿吗？他是故意的。就算是他故意的，可是我觉得，咱也得批评教育，慢慢来啊，是不是？你这个有点过火，这个冲动。我这就是教育啊，现实教育。你这叫简单粗暴。妈，
我可是站在您这边的啊。我知道你站这边是吧？就算是你跟我是一边的，但是你说她就是一小姑娘啊，人生地不熟的，长得还挺好看的，这大半夜的，你说她自己在街上兜里1分钱没有，万一碰上个坏人，那不那现在那么多天眼，哪儿那么多坏人啊？没有。你这个，哎呀不行，你干嘛去？那找去啊！这大半夜的上哪儿找去呀？啊，不是那个火车站、地下通道，还有那什么天桥什么的。我跟你说，真的吗？别管这事儿了啊！您躺好。哎呦，要我说你史密宝，真的你这事办太冲动了，不能够啊，咱们。那样子看着。哥，你是他哥啊？对。身份证看一下。你俩这年纪差的有点大呀！啊，我爸是中年得女，也不是一个地址啊，你们这同父异母。他是你哥吗？虽然我比他好看很多，但他真的是我哥。啊，老太太现在没事吧？啊，没事，挺好的。行，那没什么事，你们可以走了。哎，这班房里啊，关了几个扫黄打非的，幸亏你来了，要不然你妹只能睡值班室了。哎，谢谢，让给你添麻烦了。哎，同志，我想问一下，是外面下雨了吗？是的。啊，小李啊，给他们拿把便民伞。谢谢啊。以后呢，有什么事儿啊，你们自己在家里解决，别闹到派出所来。你看把你妹给吓的。是，还不谢谢警察叔叔？谢谢。没事。您帮我拿着。不好意思啊，添麻烦了。坐这儿干嘛呢？怎么不在里边躺着呀？造孽啊！这雨怎么下这么大也不停？他走的时候穿什么衣服啊？有没有带伞？谁呀？你只顾问。哦，这雨下的好啊！这是老天爷在替咱们惩罚他，让他在外面流浪都不能舒舒服服的。他会不会回东北去了？咱也没个认识人，去打听打听啊。都回东北干什么呀？爹妈都不在了。你就不该让他走。我没让他走，是您让他走的。我有那么狠心吗？不是，谁知道他这么气性这么大，说走就走的呀？你该拦着他。我拦着他干嘛呀？我是您的儿媳妇儿，我为您马首是瞻。您那么讨厌他，我才不会留他呢。我怎么讨厌他了？你一口一个小妖精的，他还叫我老妖婆呢。切，真是的。哦，我知道了，小妖精和老妖婆是一家子。哥，大妈真的没事了吗？你别骗我。真的没事了。那你可不可以让嫂子把照片删了？什么照片啊？就那个犯罪现场啊，还有那些指纹什么的。还真是你干的呀？不是，我都去自首了，我的态度也算比较端正了，这你也不愿意原谅我吗？谁给你出的馊主意啊？嫂子，那他还给我画了一张地图，让我去自首。他还给我叫了车。嫂子说了，如果大妈有什么三长两短的话，你肯定不会原谅我的。知道就好。嫂子说了，假如我肯吃点苦头，大妈就不会那么生气了。这回服了没？服了。
真服了？真服了。那你说说，学会什么了？我听听。嫂子说了，要做一个好人，不能做一个坏人。为什么呀？嫂子说了，坏人会得到惩罚的。哦，那你的意思，不得到惩罚就可以继续做坏人了？不能。为什么呀？嫂子说了，不是不报，时候未到。你嫂子金句还真多，回头啊，把你嫂子这金句都给她记下来，让她自己出本语录。那我们现在可以回家了吗？现在还不能回家。我在你刚来的时候那个酒店给你开了间房，晚上你睡那儿吧。为什么我要住酒店，不能回去啊？你想回家呀？嗯。然后回家接着气你大妈？不是，我就是想，我想好好的跟他道歉，我要告诉他，我知道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错大发了。知错能改，善莫大焉。但是今天啊，你还真不能回去。为什么？你嫂子说的。啊？妈，来，杨正给你打电话了吗？没有啊。那你给他打了吗？有事儿他会打回来的，您先把药吃了来。有什么叫有事儿他会打回来的呀？怎么了妈？我跟您说，这事儿吧不能姑息养奸。您要是能无底线的原谅谁，谁就能无底线的伤害您。我认为那孩子本性不坏。是吗？那您一见他的时候就看他不顺眼。谁看他不顺眼了？我认为他是一个可以教育好的。哎呀，这好不容易这给弄走了，一了百了了呗。您呀就静静心，好好的养养身体，是吧？就当世界上从来没有这个人。哎，你说下这么大的雨，他要是淋了雨再生病了，我还得照顾他。哎呦，真是烦不烦？是啊，烦，多耽误事儿啊！哎呦，回来了，回来了，回来，快快快，来来来来来，哎呦呦，来来来来，哎呀，赶紧去，别扶我。哦，回来啦！妈，您慢点，慢点。哎呀妈，这雨下的。人呢？没找着啊。那你回来干什么？我可不得回来吗？明天得上班呢。上什么班啊？人都没找着，谁让你回来的？哎，你们俩心怎么这么狠呢？啊，明宝，我手机呢？哎，你们这干什么呀？不是，人家说了，你知道吗？失踪的人就是在前几个小时找到的，希望最大了。妈，首先呢，他不是一个小孩；第二呢，这他不算是失踪。您现在报案，人家也不会受理的。万一遇上坏人怎么办啊？坏人这会儿都睡了。妈，您现在就应该躺在床上好好睡一觉。哎呦，你说我能睡得着吗？啊，我能睡着吗？为什么睡不着呀？您该不会是担心那个小妖精吧？哎呦，我当然担心他呀，我当然担心他。万一他有个三长两短，我怎么对得起杨东方？哎呀，不回来也好，这样消停2天。你们回来还得掐。谁掐了？啊？谁跟他掐了？我这么大人能跟小孩一般见识吗？你不是说人家给你布置个陷阱，然后你自己中招了吗？谁有陷阱？我中什么招了？不是，那个是我自己不小心摔的。哎呀，行了，妈，你早点睡吧啊！一，他们兜里没钱；二，他城里不认人。没事，明天早上就回来了。你这人怎么这样？你口口声声嚷嚷，天天说爱你妹妹什么这个那的，你完全是个口头革命派。呸！哎呀，小姐，慢点，慢点，你赶紧找去。哎呀，要明天早上自己回来了。我就梦见那杨东方啊，他给了我一个娃娃。哎呦，我一摸，右胳膊掉了，我想把那胳膊装上，腿儿又掉了。哎呦，我装腿儿装胳膊，给我急的。杨东方他突然就掐着我的脖子，他使劲掐着我，他说：“哎呦，你这个女人怎么这么狠心啊？”哎，我什么时候狠心了？啊？我狠心了吗？我怎么狠了？我干什么狠了？我哪儿狠的？